哟，大家好，老牛啊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奥特曼终极闪耀系列啊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发光扭蛋。买了一套这个国代版的套装，给大伙儿一起分享一下。首先是这个编号01啊，很明显里面的角色是初代和迪迦。这个系列主要的卖点就是它在身体里内置的有发光灯组，这样子它就能当一个能发光的奥特曼小摆件，还挺酷的，是不是？给它完成一个简单的尸块组装。好了，我们的迪迦就满血复活了。等会儿这什么雷霆头雕啊，这走形也太严重了吧！当然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系列注入灵魂的时刻，就是掀开背后的盖板，让它发光。你别说，这亮起来以后效果是好了哈。抛开这个雷霆头雕以外呢，这款身体部分皮套褶皱的刻画还是非常自然的，包括形体方面也很好看。就是这雷霆头雕实在是太丑了。我也是买完之后才知道，这个系列的国代版品控真的是有够差的，和日版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产物啊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接下来是这个套装里面的初代啊，选择的是一个 B 脸的样式，乍一看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，对吧？身上的皮套褶皱都做的挺自然的，但是凑近一看，这为什么窥孔做到眼睛正中心了呀？工厂大妈是把这个当成眼珠子了是吧？完了，我这只脸上还有一个日本尾生弧，讲究地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的一个发光的效果吧，亮起来以后效果确实是好了非常多，胸口这个淡绿色的灯还挺好看的，就是这个窥孔也太丑了吧，亮起来以后更明显了喂。这个套装里面一般都是会给可以搭配的建筑物的，这个建筑物都是有做出可以拆卸的结构的，然后你有多余的灯组的话可以塞进去，这样就可以模拟建筑发光的这么一个效果啦。接下来编号02里面的角色是戴拿以及赛文，内容物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们首先看到戴拿注入灵魂，这个戴拿虽然脸还是有点崩吧，但是我觉得是要比第一代的那两只好多了的，最起码一些角度看还算是对位的。这赛文就感觉脸莫名其妙发福了，再加上这唐氏一样的窥孔，看着像个傻逼。但是该说不说，这款的光效还是非常好看的，离远了看还挺有那味儿的。下面一个编号03，这个赛罗和杰克的小套装啊，迪迦戴拿是编号01、02、03，居然来到了这个赛罗啊！ What the fuck， 这他妈是赛罗，这勾巴头雕崩成什么样子了呀？希望它亮起来以后效果能好一些吧。哦天哪，这头雕崩的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就算亮起来也没有一丝丝变好啊，还是一坨 shit。这绝对是目前为止表现最烂的一款了。这个杰克没亮灯的时候，其实看起来也像个伟人一样，亮灯以后的效果也算是马马虎虎吧，主要是头雕这款也崩的挺厉害的。下面一套梦比优斯和艾斯的套装啊，这套场景给了一个很有昭和风味的油罐，小梦的头雕倒还好啊，没那么崩，就是有点大小眼儿。难得有个头部崩的，但是他的这个头雕插不到底部，一碰就掉啊，懒得喷了，还是直接看这个亮灯以后的效果吧。该说不说，如果头部崩的话，依赖于日版的模具，这个系列还是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。我刚想夸他，但是我看到这个艾斯，我操，这是啥？这个眼距为什么做的这么难看啊？左眼放哨，右眼站岗，把灯点亮以后，效果还算是好一些吧。如果你从侧面看的话，你别说，还挺对位的，配合上这个场景，还真有一些昭和风味啊。但是如果看到正脸了，这玩意儿还是很丑。下面一套高斯和泰罗，这回里面附属的场景不再是一个建筑了，而是一节公路。这老泰罗乍一看没啥大毛病，凑近了看，这眼角一个大大的飞边，亮起来效果差不多是这样。这只脸相较于前面几款来说，没有崩的特别狠，效果还算是能看吧。这老高斯也有脑袋插不到底部的问题啊，亮起来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这个系列我手上这几只眼睛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暖白色的色调，高斯的眼睛颜色发色再更冷一些，我觉得会更好看。下面一套雷欧以及奈克瑟斯红色青年型，这套里面的建筑物呢，附属的是有一个铁塔以及一辆小车。这雷欧的发挥，我觉得倒还算是能看吧，配合上这小场景还是有点风味的。这奈克瑟斯就是纯贵物来的，这面雕是人类吗？怎么能丑成这个样子啊？目前我还看不出来这个面雕问题出在哪儿，一开灯我就明白了，这只为什么他妈眼睛是凹进去的？不是，这真的是太离谱了，它这个模具走形程度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步啊？再次提醒一下，这是万代正版的玩具，距今也没有说特别久吧，20年的产品，这么一套下来是要100到200之间的，收齐这6套是花了我1000块钱左右啊。我打算入坑做一期视频，就随便买了一些，没想到这就翻车这么严重啊！反正各位买这个发光扭蛋系列就不要买国代版了。我这边有入一个日版的扎基以及诺亚的套装啊，目前市场价400块钱不到的样子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日版做的怎么样吧。这日版的拿出来就感觉很正啊。这老诺亚虽然身上的线条部分有些偷色吧，但是它整体还是非常对位的。凑近看的话，身上这些银色的漆面质量并不是很好，远看的话倒是不碍事。不过不点亮灯的话，这个诺亚的眼睛看着就非常空洞啊。如果能上一些底色就好了。以上诺亚的这些问题，扎基都是没有的。首先这个扎基就算不亮灯，它的眼睛也挺漂亮的。通体黑色的漆面，就算有瑕疵，也不会像诺亚银色的漆面一样那么明显。另外这款偷色的情况也要比诺亚好一些。然后再说一下发光这一块，这套有个问题，就是它的这个灯传导到眼睛地方的时候，压根儿就不亮。这诺亚眼睛暗成啥了呀？
就是我完全不打光，在暗光环境下它才有一点点正常的这个亮度表现。还有这扎机也是的。亮度方面依旧差点意思啊，可以看到眼睛基本上是不怎么亮的，这套东西还是挺可惜的吧。如果把灯组的亮度做好，这绝对是一套非常不错的玩具哦。对，这一套里面还有附属几只夜袭队的战机啊，马上奈克瑟斯的 SHF 也是要出货了，也可以考虑拿这一套当 SHF 的配件包啊。OK， 那么这一期入坑发光扭蛋系列的视频就带到这里了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有意思的话，请多多3连。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呢，我们再去多收一点日版的发光扭蛋给大伙儿做视频。OK， 那么我老牛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